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贝斯王一博演绎赛博空间，再领数码美学新潮流。随着数码行业日趋激烈的竞争格局，市场同质化趋势严重，产品迭代速度迅速。作为数码配件领域的领军品牌，贝斯交出自己的答卷，在激烈的竞争中，纵深挖掘品牌实用而美的内生力，从理念、产品、场景多个维度渗透品牌心智，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推出覆盖生活全场景的多款实用而美的产品。从转换器到耳机，从无线充电器到移动电源，贝斯的产品线涵盖了各个领域的数码配件。据数据表明，贝斯累计获得国内外设计大奖超过140项，专利超过2500项，充电产品持续占据着天猫、京东、抖音等电商平台细分品类第一名的位置。尽管已占领头部位置，贝斯企业发展目标其实看得更远。8月28日，贝斯首度携手品牌代言人王一博，共同诠释年轻就要实用而美的全新品牌主张，掀起时美主义的热潮，为品牌注入年轻时尚的活力。紧接着，贝斯在双11之际，继续携手贝斯品牌全球代言人王一博先生推出全新赛博数码空间概念，针对办公、娱乐、出行三大场景推出定制化数码好物，对产品的性能提出全面优化升级，带来更高效、更便捷的使用感受。在包装设计上，采用极具未来感的赛博绿作为新品主配色，年轻潮酷的视觉效果具有强烈的时尚冲击力，强势吸睛。新品一上线，酷炫的赛博绿便引发巨大关注，再一次强化用户对品牌实用而美的品牌形象。Z 世代逐渐成为消费的主力军，他们除了注重产品的实用性，还追求精神层面的共鸣与满足。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赛博朋克、电子游戏等新潮有趣的生活方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贝斯在新品中融合实用性和时尚性，以如今年轻用户流行的赛博文化为沟通连接点，赋予产品更个性化的文化表达，积极与年轻群体对话。作为一个年轻时尚、充满活力的品牌，贝斯从去年开始陆续发布线条小狗、啄大王、三丽鸥系列等多个 IP 合作，推出联名电容笔、耳机、充电宝等一系列办公学习娱乐数码产品，触点圈粉影视、潮玩、动漫等多个兴趣领域年轻用户，建立起消费者对情绪价值的需求，满足年轻人多元化的潮流与美的追求。从态度到产品，从产品实美到品牌实美，贝斯全方位夯实年轻就要实用而美的品牌价值观。相信未来随着与代言人的合作深入，贝斯不断追求与探索，也会为我们带来更加丰富的数码新体验。刘嘉玲晒无名合影，王一博的裤子抢镜，低调又好笑。金鸡奖落幕，无名拿下重头大奖，男主角、导演、剪辑3项大奖，梁朝伟成为首位3金影帝，刘嘉玲晒照分享喜悦。不得不说，刘嘉玲不愧是社牛御姐，分享的合影居然传递了这么多的讯息，果然是懂得拿捏大家的心思。这次不但分享了喜悦，恭喜梁朝伟的拿下金鸡奖的同时，还分享了无名、封神2部电影主创人员的合影。这2部电影无疑是这次金鸡奖的2大赢家，也是我们关注讨论的焦点。
更是大家目光所及之处。不过挺有意思的是，大家关心的是合影中的人，那就是我们的热度核心人物王一博。想低调都难的王一博，在这次的金鸡奖颁奖典礼中，曝光率有点高，甚至都快承包热搜的节奏。话说回来，在合影中，不止无名和封神剧组，还有热烈剧组哦。这是张阵容强大的合影，汇集中青演员、热门导演、影业大亨，很有看点。不少人说，合影中中间位置给了无名封神的两位导演，而主角梁朝伟却站在了一边。与此同时，王一博和于东呢，站在了一侧，两人共拿一尊金鸡。不得不说，这张合影很有格局，网友的看点也千奇百怪，有人把乌尔善给 P 掉了，有人把黄渤给踢出去了。更加好笑的地方，那就是集中在王一博身上，和这几位前辈站在一起，凸显得尤为瘦小一般，让人怜惜。哪怕王一博想低调都难，特别是一番对比之下，发现王一博身材比例是这么的清瘦，头好小，脸居然没有于东的一半大，感觉人家是他的两个一样。同时呢，网友还把目光锁定在王一博的裤子上，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总会盯着王一博的裤子，这次也不例外。有人发现王一博的裤子貌似穿多好久，这条裤子出镜率挺高，那就是来自于石头岛的工装裤。这条裤子是王一博这趟旅程的主色调，从乌镇戏剧节一路辗转多地，穿过好多天。是的，没有错，网友发现王一博的裤子脏了，上面的灰迹有点明显，毕竟整场典礼来回换衣服，难免自己的衣服容易脏，再加上出来这么多天，估计也就来回这条裤子折腾，没有洗很正常。结果网友的眼睛却是火眼金睛，盯着裤子调侃了起来，一身冗杂又难过，精致又帅气，私下里休闲又拉风的裤盖，实际上还是需要人好好照顾。网友化身妈妈粉，纷纷表达都想给王一博洗裤子，整个画风相当的搞笑，都无人关心一下这次王一博没有拿奖的心情，反而盯着裤子，各种怜惜，果然不一般。无名剧组人人都是胸针控，王一博现场上演胸针秀，梁朝伟秀恩爱不忘戴胸针。最近备受关注的金鸡奖获奖名单引发热议。电影《无名》不仅让梁朝伟一举拿下金鸡影帝，还让导演程耳获得了金鸡奖的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剪辑奖，可谓是本届金鸡奖的最大赢家。凭借《无名》中的何先生，梁朝伟一举拿下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同时梁朝伟也成为了华语影坛上首位3金影帝，金鸡奖、金像奖、金马奖。而在不久前，他还刚刚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拿下了分量极重的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狮奖，成为当之无愧的亚洲电影第一人。不仅事业得意，梁朝伟的温馨家庭同样也让人艳羡。在金鸡奖的红毯上，梁朝伟与太太刘嘉玲十指相扣，大秀恩爱。而在不久前 Tiffany 的上海高级珠宝活动中，我们也曾见到梁朝伟夫妇的携手秀恩爱。活动中，刘嘉玲佩戴2023 Tiffany Blue Book 高级珠宝系列幻海秘境系列的项链、戒指、手镯及耳环作品，珍稀彩色蓝宝石及钻石流光溢彩，精妙描绘海洋生灵的跃动姿态。而最为抢镜的则是梁朝伟身上的 Tiffany 幻海秘境系列的秋季新作愉悦光影主题胸针。二人佩戴着流光溢彩的珠宝拍下大片，也是极具意境。20世纪高定界的传奇大神 Christian Lacroix 曾经说过，
如果你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应该是一枚胸针。显然，胸针作为佩戴率极高的一件时尚单品，在搭配中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很多明星在出席一些重要场合时，往往少不了一件胸针的加持，而相较于其他作品，胸针也更加适合男士的佩戴。正因如此，胸针与腕表一样，也成为了男明星们在着装的饰品搭配中的重要选项。同样也是无名剧组中备受关注的王一博，在金鸡奖闭幕红毯上，身穿2024纪梵希新款西装，以及 Christian Louboutin Chamberlain Nice Dress 皮鞋，同样搭配了一件很有故事的香奈儿 Lion Timeless 胸针。这枚胸针的造型以狮子滚球作为主体，对于狮子座的王一博来说，佩戴起来自然非常适合。当然，众所周知，香奈儿的品牌创始人 Gabrielle Chanel 女士同为狮子座，而狮子也是香奈儿重要的品牌符号之一。再追溯到往前的金鸡奖提名表彰仪式，王一博则选择了 Plume de Chanel 系列的羽毛胸针来搭配。这枚胸针以羽毛为灵感设计，但其轻盈、柔软、灵动之感都依托设计制作工艺中考究的每一条曲线、每一个弧度。这个系列设计灵感来自1932年香奈儿女士创作钻石珠宝系列 Bijou de Diamonds， 其中羽毛元素与香奈儿事业初期制作帽子时的羽毛设计有关。香奈儿女士曾说，即使生来没有羽翼，也不能阻止你展翅高飞。王一博在提名仪式上选择这款胸针，寓意十分美好。王一博团队对于胸针的搭配自成一格，而粉丝们也同样为王一博穿搭了多少香奈儿的珍品珠宝津津乐道。比如在年中的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闭幕仪式上，王一博就选择了 Chanel 珍品珠宝 Les Blessed Chanel 系列的麦穗胸针，麦穗代表大麦，也表达了王一博对于电影《长空之王》的美好期望。在今年的微博之夜上，王一博佩戴 Chanel 珍品珠宝1932系列 Comet Aubergine 星形胸针，与他在 GQ/MOTY 年度人物盛典上佩戴的太阳胸针和22年微博电影之夜上的月亮胸针集成一套，太阳、星星、月亮相为映衬，正如少年如日明媚，如星闪耀，如月皎洁。除了王一博外，在金鸡奖的红毯上，同样还有很多胸针的精妙搭配，比如封神剧组的演员杨乐用 Tiffany Jean Schlumberger 的 Peapod 胸针搭配整套 Hermes 西装，儒雅中又不失灵动。一袭颇为正式的黑色西装穿搭的歌手周深，则用 Tazaki 的 Balance Step 胸针搭配同系列的 Balance Loop 戒指来进行衬托，同样十分吸睛。演员王大陆则另辟蹊径，在出席金鸡奖红毯时，将宝诗龙的 Serpent Bohem 项链的项坠化作胸针，这同样是当下许多珠宝多种佩戴方式的巧妙设计的实际运用，配合恣意迭代的 Carter 系列戒指，尽是鲜明个性。导演、演员苏有朋则在上届金鸡奖的红毯上佩戴了肖邦 Chopard Red Carpet 系列胸针，搭配肖邦 Alpine Eagle 雪山奥义系列腕表，金色胸针配合他的白色西装，更显儒雅贵公子气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向这些明星学习，通过胸针的搭配为穿搭增光添彩。但是一定要注意，在重要的商务场合，胸针的佩戴也并不是随意别上就好，其实佩戴方式也都是一贯严格的。比如穿带领衣服时，胸针要佩戴在左侧，不带领的衣服则佩戴在右侧。此外，胸针的上下位置需要在衬衫的第一、二纽扣之间的平行位置上，这样佩戴胸针才能展现出一个人着装的品味和风格哦。一定不要把胸针戴错了。万万没想到，
男人穿小香风比女人还惊艳，看王一博就知道了。我们总是说女人一定要活得精致些，可是在当下这个包容性极高的年代，其实很多男性比女人活得还要精致，从护肤、化妆、发型到穿搭，每个步骤都会格外注重。尤其是对于很多男明星而言，他们对于外形的关注完全就不亚于女明星，无论是走机场的私服造型，还是出席活动的时尚 look， 回头率都特别高。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小香风可是精致女人的代名词，并且一度成为了名媛的必备穿衣风格。无论是小香风外套、套装裙还是配饰，总是会给人一种很高档、贵气且时尚的感觉。可万万没想到，男人穿小香风居然比女人还要惊艳。看了王一博的小香风穿搭之后，才让我明白原来真正高级的时尚，真的不分性别。跟着王一博一起来了解小香风专属香奈儿的服装风格。王一博一直以来都是香奈儿的宠儿，所以很多新品总是能够在他身上出现，并且还能被搭配出特别独特有品味的效果。众所周知，小香风其实就是香奈儿的服装风格，并且一般的人真的很难驾驭，特别是对于男性朋友来说，如果没有很好的时尚感和高颜值支撑，就很容易穿出娘炮的既视感。简洁精致，时髦且优雅。作为奢侈品牌香奈儿的服装风格，小香风的设计感自然不会特别复杂，整体呈现出来的效果总是特别简洁精致，而且还非常时髦优雅，是很多时尚潮人所追捧的穿衣风格。作为人间香奈儿的王一博，他驾驭起小香风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并且还能够将气质里面的恰如其分。跟着王一博学习如何驾驭小香风，不要一种风格用到底，要玩转混搭风。小香风的穿搭不一定非得一种风格用到底，就像王一博这一套造型，仅仅选择了一款小香风的格纹编织外套，搭配上设计感十足的牛仔裤，就会显得造型更加休闲时尚。像这种上繁下简的搭配方式，就能够营造出整体的平衡状态，再踩上一双小白鞋更耐看。善于通过配饰进行点缀，提升造型精致感。仔细观察王一博的小香风造型，你会发现他的每一套穿搭基本上都离不开配饰的点缀。配饰堪称着装打扮的灵魂所在，一款精致时髦的配饰能够很好的增添造型的吸睛效果。王一博经常会通过项链进行装点，像这种带有香奈儿装饰的珍珠项链，就和穿衣风格完美的形成了呼应。色彩之间要有对比感，视觉上更有冲击力。服装配色的运用也是非常关键的，大家都千万不要一味的选择黑白色。王一博身上穿的这件蓝色小香风外套，不仅特别衬肤，而且还能让人看上去眼前一亮。宝蓝色的外套叠穿一件黑色衬衫，再将领口解开2-3颗，分分钟变身禁欲男神。基础色和亮色之间的对比，便可以达到一个相辅相成的效果。男士如何穿小香风才能避开娘里娘气的感觉？方法：挑选的服装款式和身材有余量。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确很少看见男生会尝试小香风，毕竟这种风格连很多女士都很难驾驭，更别提衣橱里只有黑白灰的男生了。其实年轻一点的男士尝试小香风，可别有一番魅力，只要我们选择的款式合身，并且和身材保持一定的余量，不选修身款就可以了。方法：要考虑到整体搭配的一个协调感。除了衣服的版型要合身以外，
最终打开的一个整体效果。协调性也是很重要的。协调性的体现主要在于配色简约大方，款式基础耐看，设计感精美不复杂。一般情况下，只要做到这几点都不会出错。年轻一点的男士尝试小香风，就是应该像王一博这样敢于突破自己，而不是一直走一条路线。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